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法国的酸面团鲁邦粽。首先将面粉和水按照1:1的比例配置。这是2.5克的裸麦面粉，这是2.5克水，搅拌均匀后密封好，无氧发酵。现在高度大约在5毫升的位置。我们把它放到25度的恒温箱里面发酵48个小时。2天以后，面粉中的野生酵母已经被激活了，现在面团长到了约2倍大，里面有少量的气泡，没有异味。现在我们给它按照1:0.5比0.5的比例加入面粉和水，也就是原种5克，裸麦面粉2.5克，水2.5克。搅拌均匀，密封好。放入25度的恒温箱，发酵24个小时。计划没有变化快，6个小时以后，面团就已经发酵到2倍大了，所以我必须提前把它给拿出来。还是一样，10克的原粽加入5克的水，5克的裸麦面粉，搅拌均匀。因为之前发酵的太快了，我觉得很不正常，所以这次我把温度调低到15度，要让它慢慢的发酵24个小时。1天以后，面团长到了约3倍大，并且伴有微弱的酸味。同样按照1:0.5比0.5的比例加入裸麦面粉10克，水10克。搅拌均匀以后，我们把它放到20度的恒温箱里面发酵12个小时。这里的发酵温度和时间并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你酵种的发酵情况来灵活调整。12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次看到面团长到了约3倍大，并且伴有明显的酸味，这说明酵母的活力已经很旺盛了。现在我们要把比例调整为1:1比1，即裸麦面粉40克，水40克，原粽40克，一共120克。放到20度的恒温箱中发酵，这次的时间会很短，
我用了大约6个小时。6个小时以后，面团长到了3倍，这个时候的酵种就可以拿来做面包了。没有用完的，把它放到4度的冰箱中冷藏，1周喂养2次。冷藏3天以上的酵种不能立即使用，需要把它再次的喂养面粉和水，发酵到3倍大以后使用。大家好，我是老熊。鲁邦粽也做完了，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天吧。2018年5月份的时候，我上传了第一个视频，如何制作鲁邦粽。播出以后呢，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朋友问了我很多关于鲁邦粽培育的问题，这里面有我回答得上的，也有我回答不上的。今天就借这个视频，再次的跟大家聊一聊我认为比较关键的几个问题吧。先说一下今天视频里面的2个小细节。第一，我很抠门，我就用了2.5克面粉来起粽，可能跟大家平时所看到的不一样。大家平时所看到的都是一帮老外，咵嚓250克，咵嚓500克，往里面一倒然后再捞一半出来，哐，扔了，不要了。这都是地主家的二儿子呀，不过你也没招啊，人家有的是钱嘛。欧美国家，世界占比20%的人口，用着全世界80%的资源，他们能不浪费吗？不过呢，其实老外浪费粮的时候，他们也心虚所以他们就给自己编了一个借口，看吧，那都是废料没用的东西，所以我才扔的你们记好了呀，这是学习重点那是不用的，那是没用的，扔掉。这不是瞎扯淡吗？你用手拨弄拨弄，随便抓一半出来，那就变成废料了。所以有的东西咱们真的不能全部照搬，对吧？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勤俭持家、俭以养德的家风家训，现代社会又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引，要以艰苦奋斗为荣，要以骄奢淫逸为耻。所以我们就从2.5克开始培养酵种。第二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第4天凌晨12点的时候，把发酵温度从25度降低到了15度，发酵时间延长到了24个小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这个酵种在第3天的时候只用了6个小时就发酵到2倍大了，太快了，这不正常。为什么说它不正常呢？因为酵种在发育初期就长得很快，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面粉中的杂菌太多了。杂菌是什么呢？我们平时生活里面肉眼能看见的，也最经常看见的，就是那个披着一头银发的帅气小妖怪霉菌。经常有朋友说自己养的酵种长白毛了、发霉了，这就是因为你给霉菌提供了合适的生长环境。我们要知道，面粉中还有很多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里面不光是野生酵母需要淀粉作为养分来发展壮大，其他的微生物也一样在进行着招兵买马的动作。更重要的是，微生物圈也一样奉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果咱们不控制杂菌的繁殖，那么最终它们就会发展壮大，直到干掉酵母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养的酵种在初期看着哇
长得高高的，极度的旺盛。可是接着再养个几天以后，就嗝屁了。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旺盛的不光是酵母，还有一大堆小朋友在后面呢。那么面粉中微生物含量的多少，咱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它们的生长环境。拿酵母菌来说吧，不是拿霉菌来说吧，它适合生长在20度以上， pH 在4.5到5.5之间的一个潮湿环境里面。那这3个条件中呢，潮湿我们没有办法改，因为酵母它也需要一个潮湿的环境。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温度和酵种的 pH 值。温度我们把它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并且延长发酵的时间。这样的条件呢，就可以让酵种产生更多的醋酸，又或者直接在酵种里面加点盐或者醋，直接改变它的 pH 值，一点点就好，控制在2%以内。用这样的方式去抑制杂菌的生长，从而给酵母菌创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只使用黑麦来培育鲁邦种？注意了哦，这里我所说的是黑麦，也就是裸麦。我知道很多朋友因为不容易购买的原因更多的是使用了黑小麦。但是这个黑小麦其实是裸麦和小麦杂交培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它和裸麦的成分还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我们培育鲁邦种只会选用裸麦或者裸麦加全麦参半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起种，这是因为裸麦的淀粉和糖的含量比小麦高，这就更有利于酵母和有机酸的成长。至于普通的白面粉，一般不用，因为它们失败的几率太高了。这就好比一场拳击比赛，在有的选的情况下，一个选手强壮，一个瘦弱，你非得弄一个瘦的上去打，这不就是茅坑里面打灯笼？然后我再说说续种的事儿一般在酵种成熟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酵种、面粉、水按照1:1:1的比例来续种。不想继续使用黑麦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面粉换成全麦或者小麦都可以了。那么什么时候续种呢？在面包店里面，因为有大量的制作，所以基本上是每天都在续。而我们家庭用户因为做的比较少，这里就会有一个续种续多了、续勤了，也会造成浪费的情况。拿我视频中的量来说吧，我一般会保持这个小瓶子里面有最少剩的有30到40克的原种，然后每次按照1:1:1的比例续上一共120克。每次做面包的时候呢，大概会用到30到60克的酵种。这样的话，一周多的话我续来2次，少的话呢就续1次，更少的话1个月续1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太懒了有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1个月以后续种的酵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酵母要分解淀粉来作为它繁殖的养分，而繁殖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机酸会分解蛋白质，也就是面筋。蛋白质被有机酸水解掉了，整个面筋网络就会塌陷，
沉淀，最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水粉各自分离的酵种。当然也不用担心啊，这个时候的酵种，它就是处在一个极度饥饿、虚弱，并且有机酸很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1到2次的继续喂养，来激活酵母的繁殖能力和提高酵种的 pH 值。正常的酵种 pH 值是在4左右。好了，综上几点，我要说的是，大家只要使用了正确的材料，在正确的环境里使用正确的方法，就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果。最后，祝大家都能把酵种培育成功，开开心心的吃上自己所做的酸面包。下次再聊，再见。你个背死娃娃，串活了哇！哎。